大家好，宠粉的一胎又来啦！娱乐圈里明星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舆论的焦点，有时候一个细微的表情变化就会引发各种猜忌。对于一些人来说，被误解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因为他们天生长着一张臭脸，只要不笑，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屑、嚣张、生人勿近。就算啥也不干，也能非常轻易地引起别人的误会，这样的脸被称之为臭脸综合症。对于圈内的一些明星来说，这样的长相往往会成为招黑的原因，让他们苦不堪言。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娱乐圈的臭脸明星都有谁。王一博不笑的时候就总是一副所有人都欠他钱的样子，看起来又拽又冷漠，所以也时常会遭到别人的质疑，但只要一笑起来又会换成铁憨憨模式，这反差真的有点离谱的程度。陈晓也因为表情问题经常惹出话题。想当初陈晓和陈妍希的双陈婚礼要多甜有多甜，陈晓的眼神也被媒体称之为星星眼。可是已经结婚生子后的陈晓却因为臭脸无数次被网友喷成陈晓眼里没有星星了。比如2018年的一次颁奖礼上，主持人说好要给他一个惊喜，之后就播放了陈妍希的祝福视频。当时陈晓在台下坐着翘着个二郎腿，配上面无表情，被很多人讽刺成凶神恶煞，都说他红了就目中无人。这一脸的冷酷，说他是拽也说得通。后来这张臭脸也延续到了和刘亦菲同台，宣传《梦华录》时，刘亦菲满面笑容，陈晓却是一脸严肃，还遭到了网友的痛批，不想宣传就别出席，没人逼你。后来粉丝们才发现陈晓只是脸臭，还有点社恐。只能说陈晓这臭脸综合症深度患者很难不去引起别人的误会啊。不止陈晓，就连常常带给大家欢乐的杨迪也曾因为脸臭被误解。某档综艺中，杨迪讲述自己出门买衣服，结果遇到了看过他节目的店员，只要他稍微没怎么笑，对方就会一脸怀疑地说本人都没电视上搞笑。关键对方不是偷偷的说，而是蛮大声的说出来。面对这样一幕，杨迪真的是又气愤又委屈。说真的，杨迪这张脸但凡没有表情的时候确实有点脸臭，但是也不能因为这张脸臭私下也要强行搞笑吧。果然明星中谐星是最难当的。事实上不仅男明星有这样的烦恼，很多女明星更是如此。 S.H.E 组合中的田馥甄，她的唱功相当不俗，但她总是一副厌世脸，有种生人勿近的感觉。这种不苟言笑的状态，天生的臭脸也曾带给田馥甄很多麻烦。她害怕采访，不爱说话，更不爱笑，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不受媒体待见。王子文给人第一印象就是冷艳，完全不做作，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虽说个子不高，但气场却是不输给其他的女星。她的臭脸可是在圈内出了名。在2017年的芭莎慈善夜上，站在她身边的各位女明星均是笑容甜美，王子文却是表情冷漠，一下子就成为了焦点。可看她的作品，你会发现王子文并不是那种高傲的人。尤其是《欢乐颂》中的曲筱绡，可是受到了不少观众的喜爱。对于自己臭脸，王子文也曾自嘲过，因为这张臭脸，媒体可以大做文章。自己与同行一起采访时，说不定第二天文章就会这样写自己心不在焉，摆臭脸。但也不可否认，这个也给王子文带来了不少的话题性。陈乔恩也被这个问题困扰许久，尽管她曾经是偶像剧女王，走的都是亲民路线，但关于脸臭这一点仍然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在一期综艺上，她自己爆料说，比如我不笑的时候就会被人联想成生气，很像被人家道歉200万的脸。这话一出，再看看陈乔恩说话的表情，小 S 连忙疑惑地问，你现在心情很好吗？陈乔恩微微点头地说，还不错啊。这样一张臭脸居然还叫心情还不错。小 S 和蔡康永两人同时惊讶地发出声音，完全看不出来。因为一张天生的臭脸，再加上陈乔恩直爽的性格，她总是轻易就被人误解成耍大牌。其实在早期刚出道的时候，她就是这样一张臭脸了。有一期她做客非常近距离，就在节目中坦言，我刚出道还是新人，我就会从头到尾装镇定，不知道跟人家聊什么，别人就会说你是臭脸。后来大家还给她封了一个臭脸天后的绰号，这也算是靠脸出圈了吧。
结婚后的张馨予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高冷酷的感觉，而生活中也是一个臭脸，只要稍微放空一下，她的面部表情就会变臭，让人各种猜想。火星情报局上，张馨予在节目中回应，天生黑脸的人表情管理中真的有烦恼，被人误解也是分分钟的事儿。原来有一次，张馨予和老公在广州去看房子，正巧碰到了粉丝，就被拍下了照片。只见张馨予穿着一身碎花裙，戴着个大墨镜，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很快这个照片就被发布到了网上，配图都是张馨予买房全程臭脸，疑似夫妻吵架感情不和。其实张馨予只是稍微放空了一下，可却因为脸长得臭就被人各种揣摩，编出了一出家庭不和的戏码，也实属是人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了。于文文是因为脸黑被骂得最惨的女星，且没有之一。在《浪姐3》中第1期播出后就被各大网友喷成了筛子，原因就是这张脸太臭了。脸臭是天生的，性格如果圆滑一点也可以挽回点印象分，但是于文文似乎从未想过。当姐姐们在回程的车上闲聊时，无意中聊到了指甲，本来气氛一片大好，毕竟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可于文文直接凑过来说了句，我不是女人，我从来不做指甲，气氛顿时凝固。关键还配上了于文文的一张臭脸，瞬间就不对味儿了。虽然她并没有什么恶意，但对于观众来说配上了言行，她这张脸不是酷是拽，所以也喜提拽姐称号，被无数的网友讨厌。好在后面几期大家被她的硬实力和领导力给征服了，不然估计这次参加浪姐3也是损失惨重。宋妍霏是娱乐圈的新生代演员，在50公里桃花坞因为脸臭引发了她强烈的求生欲，因为宋妍霏只要不笑就好像是在生气。旁边的嘉宾连忙提醒她，你千万不要随便做表情啊，并表示宋妍霏又开始臭脸了。此话一出，吓得宋妍霏赶紧捂着脸，连忙和大家解释，我很开心，我只是脸长得臭。当没有人和他选择住在一个房间时，他无意中放空了一下，又被人误认成生气了，急得宋妍霏连忙看下四周的人，拼命摆手说道，我真的没有生气。这一幕可把孩子急坏了，担心别人不相信，一边解释一边双手合十，大笑着对观众人说，放过我吧。还求生欲极强地对大家说，我住单间，意思是没人和我住，总好过明天节目一出来又被网暴吧，毕竟之前就有过因为脸黑被骂上热搜的。他也因此喜提招黑达人的称号，只能说做一个明星也不是那么好当的，稍微一个表情管理不当就是人设翻车的社死现场。辛芷蕾这张脸很容易给人留下印象，她眉毛长得格外凌厉，嘴唇虽然略厚，但嘴角向上依然尖利，这样的精致感的五官就是一张强势脸。这样的面容不笑的时候看起来有点冷，给人不好亲近的感觉，也很容易让人认为她在摆臭脸。可必须承认，辛芷蕾的长相虽然不讨喜，却很耐看。而在造型的选择上，辛芷蕾也常常会选择这样突出自己特点的造型，总是一副摆臭脸的模样。但生活中的她并不是如此。总的来说，长相是天生的，是很难改变的，而对于混迹娱乐圈的明星们来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好作品说话，来消除不好的影响。那么你身边有这种臭脸综合症的人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